我是林燕老师。今天我们上第15课。今天的15呢，就是汉字的写法。下一节课我会把它改回阿拉伯的数字。好，今天是几号呢？2020年10月4日。今天是周日。今天我们学什么呢？我们学喝咖啡。咖啡就是我们音译过来的字，因为汉语里的咖啡，汉字里的咖啡是舶来品。之前在中国最著名的不是咖啡，是茶。对，是茶。茶在中国的很多省份都有种植，而且采摘之后质量非常好的制作，除了供应中国所有喜爱茶艺的人品尝之外，也是出口到了全球各地。那么我们看看喝咖啡，咖啡和茶它有一个共通的地方是什么呢？它们都是需要水，热水来冲泡。水就是我们最常用的生活中必备的空气、水。空气、水，然后呢，咖啡的成长，茶的成长，都离不开阳光。我们生命中的3个元素就是空气、水、阳光，这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3个元素。而水变成热水。100度的热水，通常我们可以用它来泡茶。中国人喜欢喝热水，也是非常特殊的一种喜好。这和西方的人喜欢喝冷饮，认为冷也是一种味道不同，而中国人绝大多数认为热是一种味道，通常会说快点吃饭吧，要不就凉啦。啊，饭太烫啦，就是指饭的温度有点高，但是通常身体的习惯就是吃热的食物，喝热的水，喝热的茶。而西方唯独咖啡是热的，咖啡是热的。很多人的身体呢，不是太接受咖啡，慢慢的有一个习惯的过程。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饮料的名称是什么呢？大家都明白，就应该是酒。那么酒在一些国家呢，喝的最常见的，一开始就喝的就应该是白酒。
酒看起来颜色是白的，以此为命名，通常都是由粮食制作的。粮食制作的，什么是粮食呢？我们平常说大米，白面，这个就是粮食。但是白面之前可不是用来做白酒的，它应该是由小麦、大米、玉米，在欧洲国家，尤其是德国，大片的田地里种的都是玉米。由玉米、大米的之前呢是稻谷，由它来做酒，小麦来做酒，所以我们说白酒是粮食酿造的，是粮食的精华。而在欧洲最著名的呢，尤其在德国，最著名的是啤酒。这一次因为新冠疫情的情况，啤酒节在慕尼黑的啤酒节也被取消了，而且国庆日也被取消了。这些都是为了保护全体国民的身体健康所做出来的决定。好，白酒、啤酒啊，最全球通行的，认为比较健康的酒，就是我们说的红酒。因为它颜色比较浓郁，几乎是红黑的，紫红的。那么它是由什么来制作的呢？绝大多数是由葡萄来制作的。葡萄还有其他的果酒哦，你比如我们家老米最喜欢的苹果酒。苹果酒它只有5度，口感非常的纯正，所以深受包括我家老米在内的德国人的喜爱。而德国最多的呢也是葡萄，所以用葡萄做的红酒是非常多的，就叫它的名称直译过来就叫葡萄酒。而啤酒呢，有可能是由啤酒花做的，也有可能是由大麦做的，等于也是一种粮食、植物的制作成分。所以很多人，尤其是喜好喝酒的人，都会说酒是粮食的精华，水果的精华，以此来支持它多喝一点。但是事实上不可以，对吧？我们知道，适当的饮酒有益健康，而过度的饮酒就是消耗身体、损耗健康的事情。那么今天的主题是喝咖啡，主要因为这个词儿在所有的经营小酒馆或者是小的咖啡厅时，它是一个全球通用的词儿。你在这里当然可以喝到真的咖啡、摩卡咖啡、拿铁咖啡，或者是卡布奇诺和牛奶的一些组合，各种各样的咖啡的器具，这等于是大家生活中的一个
重要的活动场所，可以是咖啡厅，可以是小酒馆儿，当然这里会包括茶。这里喝咖啡的全球通用，在中国以前它应该算是茶馆、茶舍，是这样的一个道理。在咖啡厅里也可以喝到茶，当然喽，在咖啡厅里也是可以喝到酒很多人只是想去聊一聊天，那么他就只是喝水，有气的水或者是没有气的水，热水或者是冷水。所以这个在生命中重要的这个构成部分，这个水也就在我们的生活活动中、交往中、交流中和大家社会共处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。我们有一个喝咖啡的活动，可以喝到水、热水、茶，还有酒。酒呢有白酒、啤酒，还有红酒，对吧？这就是我们空气、水、阳光，我们作为人类的密不可分的3个组成部分。其中一部分的水，身体里有70%的成分是水，身体里70%的成分是水，所以喝咖啡、去咖啡厅、喝咖啡、喝茶、喝水、喝酒，酒有白酒、啤酒、红酒，红酒里还有苹果酒。好，这就是我们在生活中一个重要的活动场所，也是人通过引入这些饮料来保持和社会连结的一个社会活动方式。人体需要水分，通过这个摄取过程呢，参加了社会的一种交流和沟通。好，今天的15课就上到这里啦。如果您认为林燕老师的课对您来说比较有帮助，那么就请不要忘了看看屏幕右下方，给林燕老师一个订阅。如果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想法，一定记着在留言区给林燕老师留言，好吗？好，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啦。课后依然会附上文字版的 PPT 作业作业一定不要忘了啊。然后呢，还有林燕老师朗诵的一段优美的散文。好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啦，下节课我们再见啊。有时候上午也会出去散步。上午虽然冷一些，但没有风。如果天气好的话，阳光
广阔地照耀着世界，暖洋洋又懒洋洋。这样的阳光下，似乎脚下的每一株草都和我一样，也把身子完全舒展开了。大地柔软，这样的时候，我会往山上走，但不进森林，就在森林边的小树林子里慢悠悠地晃